大家好，今天呢是10月1日，是星期天啊，所以呢，今天呢，我想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就是怎么赚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100万，成为百万富翁，是吧？那回想当年啊，我的人生当中第一个100万呢，是在28岁到30岁之间完成的。但是呢，在这个之前呢，我呢也赚取过70-80万啊，就离这个100万已经离得不远了。但是呢，后来由于我的年轻的这种认知吧，我就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对吧？就又还回去了。那个时候呢，主要是我为我所在的公司呢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订单。那么这个订单呢，是这个公司就是有史以来创立的这个项目呢最大的一个，所以呢，就是我获得了类似于这种分成或者奖励吧。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太年轻，所以呢，就是当我赚到了这个钱以后呢，我并没有想着怎么样去进行下一步的一个发展啊，就把它给花在各种奢侈品的消费啊，像什么阿玛尼啊、什么 GUCCI 啊、LV 啊，是吧？然后花在这种夜店啊、club 啊，就是去酒吧呀、吃喝玩乐。虽然就是70-80万也是一笔比较大的数目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工资一个月我记得才4000多人民币但是呢，很快的其实也就花完了当时比我年龄年长的1-2个同事呢，就共同做这个项目的人，他们分成分的比我还少，但是他们在上海就全款买了房子。那这个2004年、05年吧，这个时候买的这个价格到现在翻了10倍，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就当时你花40万买一套房子，有可能现在值400万，这个绝对不是开玩笑。而我呢，就花掉了。那么后面呢，就是我真正的就是赚到了这个100万呢。当时呢，我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里面工作，那个时候的月薪已经到8000人民币一个月然后呢，我就利用我的周末的时间，就星期六、星期天我就出去摄影，做兼职。那这个一天的兼职的这个摄影的费用呢，差不多能够赚5000块钱人民币左右，然后2天呢，就差不多是1万块钱人民币左右。那么一周4天就差不多能赚2万块钱左右那一年差不多就是20万左右，是吧？那么后来呢，就是我在公司里面上班呢，我做这个摄影呢，也算是小有名气那我们这个公司呢，也特别的奇怪，在里面上班的当然就是现在跟我一样年龄的那一批人呢，现在都是一些金融行业的老总CEO VP 总经理是吧？有的很多个公司就是上市了获得赚取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呢，
即使比我年长几岁的这些同事们呢，他们都很有才华。我记得当中有一个人啊，他是专门写那种悬念小说的啊，就是他写的这种小说啊，就发表在这种什么天涯啊，什么这种就是一些网站上面，然后呢还给他出版了。那么他在写这个小说的这个就是这个悬疑小说的这个领域里面呀，他很有名气啊。当然这个网名叫什么我忘了，反正呢就是他的这个版税啊赚的就远远超过他的工资的这个收入啊。平时看起来呢，这个人也是不声不响的啊，就是人家的实力都在内在，是吧？他外在是不显露的。就像有一个人啊，他写了一个什么明朝那些年，是吧？还是叫明朝什么一本什么作家，对吧？他也是获得了数千万的人民币的版税，但是呢，他其实也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就是工薪人员啊。还有就是我记得写这个《三体》啊，就是非常著名的科幻的作家，他也是在一个中国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城市啊，做一个公务员，工资也不高的。然后他这个《三体》啊，据说啊，这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他看了以后啊，他还想就是看接下来发生的这个故事，是吧？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是真实的还是炒作的啊。总之就是这个《三体》的作家也是非常的有名的啊，也赚取了丰厚的这个回报。那么我后来呢，就是由于我就是公司里面呢有一些同事啊，他就总是呢叫我去给他们进行一些拍摄啊。那公司的同事呢，我也赚不到就是多少钱，是吧？就同事嘛，我也不好意思去赚人家的钱。但是呢，经常因为这样子呢，我就放弃了外面的就是周末我休息时间的这些拍摄。那这个呢，其实可能许多海外的朋友，或者说就不是中国这样的，或者不是亚洲这样的朋友呢，你们很难理解，是吧？但是呢，在中国呢，它其实是一个人情社会啊。我认为可能在亚洲应该也都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太好意思呢，就是拒绝就是你的一些身边的工作同事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客户他非常想我呢去为他拍摄，但是呢，这一天呢，我已经就是有一个公司的同事呢，他就找我去拍摄。那么这个客户呢，他后来就跟我说，他说我呢会给你一笔非常丰厚的费用，但是你的同事呢就不会给你这个费用，你要不就从此以后呢，你就自己去独立的做摄影师，你就不要在公司里面上班了，是吧？他说你摄影这方面这么有一些才华，是吧？那我其实之前呢也总是为这些事情呢感觉有一点烦恼，所以呢我后面呢我就想一想，我就自己就是离职了我就全力的去做摄影。所以呢就是2年之内呢，我通过做这个摄影呢，我就非常迅速的赚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100万。而且呢就是这是去掉所有的花费的所有的花费的。
因为当时呢，就是我一下子脱离了公司，就独立的去从事了这个摄影。因为在公司的时候，我是从事市场，就是 marketing 还有商务的一些工作的。那这个肯定没有我就是对摄影的兴趣那么的大，是吗？那我一下就从事摄影以后呢，我就非常的投入啊。那么所以呢，就这时候充满了这个激情。那后面呢，当然陆陆续续我又赚了人生当中的几个100万，甚至几个几百万，对吧？那这个我觉得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最重要的呢，我觉得就是你要先赚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100万，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积累它不光是一种财富的积累，它也是一个就是你的就是之前你所有学到的东西，或者说你在这个社会上你的认知的一种实践，对吧？就简单的说，就是证明你价值所在的当然我这个针对的是普通人，就每一个普通人来讲。那么我呢，就是也要简单的概括一下，是吧？就是看一看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机会呢？那么我觉得呢，其实每个人呢都有能力能够赚到人生当中的100万的。这当中呢，我觉得有几点很重要第一点呢，就是你一定要坚信你能够就是赚到人生当中的这个100万，并且呢，就要制定就是以这个为一个目标而且呢，你要远离就是所有跟你说不可能，或者说整天给你提供负面信息的这些人不管这个人是你的亲人，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在网上你不认识的人，总之你要远离。因为呢，就是你没有赚到这个100万的时候呢，其实你是没有信心的。就像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回到过去，我刚开始去做摄影的时候，你告诉我你说我要树立一个赚100万的目标，我听起来就会觉得没有信心。但是呢，当我做到了以后呢，就会觉得这个不是什么非常难的事情。但是呢，在你没有做到之前呢，你必须给自己树立这个信心，不然呢，中途你可能会放弃，或者你会迷惑就你放弃了或者你迷惑了呢，都会对你变成了阻力，对吧？那么远离那些负面情绪或者提供给你负面观念的人呢，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因为比如说他整天跟你说这个世界要打仗了这个世界现在这样不好那样不好，然后地球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你说难听一点，气候问题，他也说人类可以怎么样过多少年毁灭了，或者说现在经济的整个的环境不好。其实在我赚取那个100万的时候，那个正好是2008年全球发生了那个就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很多互联网公司都还裁员了，是吧？但是它丝毫没有影响我去赚取这个100万当然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对这种就是什么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了这种事情，我只是今天听一下我就过去了，我没有去什么仔细深度的思考谈论这个东西。所以有时候就是有些你看到的整天跟你说这样那样的这种事情，对一个个体来讲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你自己能不能赚到钱，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像过去你说在
战争的时候，对吧？像什么李嘉诚啊、霍英东啊，还有这个何鸿燊啊，这些大佬们不都是脱颖而出，都是在一个这种时代，就是赚到了钱吗？是吧？那你为什么就不向这些积极正面的目标去学习呢？是吧？所以呢，就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你跟负面情绪的人，就像你走到马路上去，啊，有一些这个流浪汉，你跟他谈，他可以把这个世界说的完全就你没办法生活下去了，对吧？好，这个呢，我觉得是第一点，就时时刻刻呢，你要充满了信心，因为在过程当中你肯定会遇到阻力，遇到困难，是吧？所以信心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你啊，除了你的工作啊，你必须每天花时间呢，做一件就是你觉得你喜欢的，你能够投入进去的啊，又能产生一定价值的事情。因为我就经过我发现啊，就像我上班啊，我工作，我在公司里面工作，我没有赚到那个就是第一个100万啊。我过去那份工作我赚到了70-80万，但纯粹是因为做一个项目，就是公司可以说是一个老板的一个分配，是吧？但这公司并不是由我主导的。那我后来离开了那家公司，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后面再做到一些项目的时候啊，就是我就没有收到之前的那样多的一个奖金了，对吧？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就是啊，我对我自己的能力呢有一些骄傲了啊，我觉得我不应该在这家公司继续干下去，所以我就离开了，是吧？那做摄影呢，这件事情呢是我自己非常爱好的啊，那我自己愿意投入就是很多的精力啊。那就像我前面说到的啊，就是像那些业余时间在写作的那些人，他们能够支撑他们做下去的事情，其实就是一种爱好，对吧？一种信念，他真的喜欢做这个事情，所以呢，他就坚持了，他就赚到了这个钱，对吧？这是远远超过100万了，他们赚的这个数字。那么，所以呢，你必须啊，就是你要找到一件就是你愿意不停的去投入精力的，并且你喜欢的一件事情。你每天花费1个小时也好，2个小时也好，对吧？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比如说，你说有的人啊，他喜欢做 YouTuber， 对吧？那么他也是业余空下来做一做，但他很坚持啊。做 YouTuber 的人里面赚到100万的，我相信有很多很多，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你们自己网上搜一下就能发现。那除了 YouTuber 还有什么？还有做这种 TikTok 的，对吧？ TikTok 抖音啊什么这种，许多人啊也都赚到了这个100万。其实我之前做社交媒体，我也赚到了100万啊，当然不是就是现在的这种 YouTuber 的社交媒体，那也是好几年以前了。所以呢，就是这种我当然不是说叫每一个人去做这种社交媒体，对吧？这只是一个举例。那每个人的能力、每个人的长处、喜好是不一样的啊。那有的人他就喜欢画画，有的人他就喜欢做设计，有的人喜欢做裁缝，对吧？就是你，关键是你能不能持之以恒，就每天花个1-2个小时，持续的做这件事情，是吧？甚至就是有一些打游戏的人，对吧？我们过去说打游戏是一个非常就没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说电子游戏嘛。但事实上，很多就是通过打游戏的人，他获得了奖金，获得了比赛，是吧？所以呢，就是必须就是在一件这样的事情上投入。但这种呢，我告诉你，最好不要是一个零和的游戏啊，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期货啊，比如说
股票啊这种，或者说什么数字货币这种金融类的投资，对吧？你说我持之的以恒在这种事情上面，那我觉得你很难赚到就是这个100万啊。你要在一个就是几乎没有什么风险的，只是以你个人能力为主导的一件事情上面去做啊，那你才能赚到就是第一个100万。那么第3点呢，我觉得就是你生活所赚来的这个费用呢，就是要维持你的生活，但是你兴趣所在赚来的这个钱呢，你不能把它当做你赚来的钱，你就把它给花掉了，或者说你赚的少花的多这种消费的习惯，这个是不行的。其实我第一次赚到70万、80万的时候，我就是进入了一个消费的陷阱我去买了什么阿玛尼什么 LV 这种，对吧？那之前我只是穿耐克穿什么阿迪达斯，是不是？就穿一些普通的消费的品牌那突然间就是我跨越了我的一个这种消费的能力进行了一个盲目的消费，那么很快的呢，就是你赚来的这个钱也就花费掉了。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下面呢，你是很难获得积累的，就是你必须，比如说你生活当中比如说你上班你一个工作，你能够赚1万块一个月，那你就把这个1万块一个月作为你的一个生活平时成本的一个开销，然后呢，就是你通过你的就是一个我前面说的爱好也好，或者说一个第二事业也好，你去积累的这个财富呢，你就一直积累着，那么慢慢的呢，就是你能够赚到这个100万，对吧？那赚到100万以后呢，其实你这个后面呢就有很多的人生的这种变幻莫测的这种人生道路呢，是非常未知的，非常神奇的。或许后面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这种发展，是吧？那好吧，那我觉得呢，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怎么样赚到人生当中的这个100万。那我呢，现在也会立一个目标，就是我平时现在做这个 YouTuber 做着玩，我也要靠这个 YouTuber 呢赚到我人生当中的这个 X 的这个100万，好不好？谢谢。